埃及金字塔每块砖重 2.5 吨，很多人好奇古人是如何运上去的。其实我国还有更让人惊叹的工程。要知道，康熙年间的工匠曾经纯靠人工把重达40吨的铁索架在大渡河两岸，他们是如何做到的？这里是知识天地。虽然满清因为闭关锁国导致华夏成为列强的殖民地，被各种剥削和掠夺，但清廷也并非是一无是处。清朝初期将蒙古和西藏纳入中央政府实际统治，为后世国土奠定了基础。尤其是康熙时期，通过战争平定了西藏地区的叛乱，将西藏彻底纳入中央统治之下。土地虽然打下来了，但如何治理并确保藏地归心，一直是一个难题。究其原因，就在于汉藏之间的土地上横亘着一条湍急的河流——大渡河。这给汉藏两地的交流带来了巨大困扰，商贸往来受阻，文化交流停滞，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对藏地的管理。于是康熙能想到的办法，就是在大渡河上修一座桥，以桥梁的方式将隔河相望的汉藏两地彻底连接起来。不过修桥这件事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难，没有亲眼见过大渡河两岸的人完全想象不到两岸的险恶环境。大渡河是长江上游水流最大最猛的支流之一，水流速度能达到每秒6米以上，两岸全是高耸入云的山峰。更难的是，河两岸的山峰还不一样高，一座是3000米高的二郎山，另一座是4500米高的海子山。恶劣的自然环境让造桥的选择余地非常小。起初有人提出建木桥或石桥，不过经过一番勘探后，工匠们发现这两个方案都不可行。大渡河湍急的水流让架设木桥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就算勉强能架起来，也不能长久使用，因为汛期时水位上涨，水流更急，很容易就把木桥冲毁。木桥不行之后，石桥也被否。虽然石桥结实，能经得起水流冲击，但石桥要求的基础条件也比木桥高。很不幸的，大渡河还真没有建石桥的先天条件。松软的土质无法支撑石桥的重量，基础不牢，地动山摇，石桥建成后垮塌的风险也很高。最有可能实现的两个方案先后被否，工匠们也实在没招。圣旨已下，建不好桥就要砍头，建不出来更要砍头。工匠们被逼无奈之下，只能突发奇想，从以前铁索横江的故事中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，那就是建一座铁索桥，直接架在大渡河两岸。泸定桥是如何修建的？如何把铁索架到两岸是一个大问题。毕竟当时没有任何机械，也没有火箭炮等远程武器辅助。既然要架桥，那就不是一根铁链能解决的事。大渡河虽然没有宽到让人绝望的程度，但作为长江上游一条重要支流，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连通两岸的。经过测算，要想把桥架好，至少要使用13根铁链，总重超过40吨。当然，那时候还没有吨这个概念，但工匠们也知道这是一个天量。如何把这40吨铁链从这边拉到对岸，就成了摆在工匠们面前的最大难题。起初有人提议用船拖着铁链过河，不过最终实验证明根本不可行。河水流速本来就很快，驾驶空船穿越两岸都有很大的风险，否则也没有必要建桥，直接通过渡船过河就行了。小船拖上铁链之后，过河时风险更高，多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，为此还搭上了好几条人命。最终工匠们放弃了这个最简单却始终无法成功的方法。建桥再次陷入停滞状态，工匠们苦苦思索办法解决，最终还是一个老工匠想出了解决办法。而这个办法说起来也很简单，既然没办法直接拖铁链过去，那就先拖一根细绳到对岸，成功登岸后再用细绳拖一根稍微粗一点的绳索过河，就这样一步步加粗绳索，直到能承受铁链的重量为止。这个方法简单易行还安全，很快就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。架桥的难题解决了，接下来就进入了实际施工阶段。工匠们按照各自擅长的工作分工合作，一部分负责点火生炉打造铁链，一部分往来于河两岸，负责架设绳索并搭建固定装置，整个工地快速运转起来。不过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又遇到了难题，那就是沉重的铁链该如何固定才能更加牢固。最终工匠们在两岸深挖基坑，打造卧龙桩，用大地的力量分散铁链的重量，保证大桥的牢固性。在整个建设过程中，康熙还专门下旨让打造铁链的工匠将名字刻到每一节链扣上，
以后万一出现问题，就可以根据课上的姓名直接锁定对应工匠。不得不说，这确实是一个绝妙的主意，有效防止了偷工减料，确保了大桥的安全性。泸定桥铁索为什么那么坚固？清朝工匠们用1年时间就完成了将13根铁链固定在两岸，以前很难往来的两地有了便捷的通道。这不仅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藏地的统治，也帮助两岸的人加强经贸和文化交流，藏地归属感更强，为保障国家统一打下了良好基础。康熙听闻大桥建成的消息，再加上两岸人对其歌功颂德，一时间高兴不已，提笔写下了泸定桥3个大字，为这座新建的大桥命名。皇帝御笔亲题桥名，在当时而言无疑是对工匠最大的褒奖，而大桥的建成也为后来茶马古道的繁荣打下了基础，再后来还留下了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事迹。当时我军为摆脱敌人的围剿，在长征过程中被敌人堵在大渡河畔，前有封锁，后有追兵，如果不能快速渡过大渡河，红军将面临灭顶之灾。此时想要过河，就只能通过泸定桥，而对面封锁的敌人为了阻止我军顺利过河，提前破坏了大桥，将桥板全部损毁，只剩下13根光秃秃的铁链。为了给全军打开逃生通道，22名勇士不顾个人安危，毅然爬上光溜溜的铁链，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向对岸爬去。下面是湍急的河流，耳边是呼啸的子弹。最终22名勇士付出一定的牺牲之后，依靠铁链成功爬到对岸。敌人见到犹如神兵天降的红军勇士，彻底丧失了抵抗之心，很快就弃守阵地，仓皇而逃。我军最终顺利跳出敌人包围圈。从此之后，大渡河上留下了飞夺泸定桥的故事，刻下了坚定不屈的战斗精神，这也是红军历史上辉煌的一页。300年的峥嵘岁月，泸定桥不惧风霜，始终屹立不倒，这既是华夏先民智慧的结晶，也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。一座桥流传至今，建威之柱续写辉煌。知识天地，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